大家现在还有12分钟就要到 Bra 了，哇，开了一整天的车子了，怀念的 Bra。Hello， 大家，我又回到了 Bra。嗨，早安。那现在我们已经吃完早餐了，我们就到美食科学大学来找教授他们咯。今天要去的这个美食科学大学啊，它呢就是慢食协会还有这个慢食组织所创办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大学。那它位在 Bra 附近的，就有点像大林跟南华大学这样子。那这个学校非常不得了，因为它呢有非常多的一些课程，算是研究所的课程。这课程呢，可以让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厨师来这边呢学习这个慢食理念，尤其是对于这些食物的起源、食物的饮食文化，还有呢食物如何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这一些的研究啊，包括媒体的行销，非常非常有名哦。Bra 这一个慢城呢，它就是在一开始呢，1998年吧，应该差不多。那时候呢，跟佛罗伦斯还有南部的有一个Oviedo 这几个城市的市长，他们就讨论呢，是不是可以让有一个城市可以让把这个好的理念把它传下去。那他们就组成了一个联盟，然后就开始成立了一个国际慢城年会。那所以 Bra 这个 city 呢，在慢食跟慢城的推动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Hello， 大家还记得之前介绍过在台东举办的国际慢食论坛邀请的 Daniel 吗？今天我们要参访美食科学大学的教授 Daniel 要陪我们一起去 Professor Ye 在2013年第一次来到这里。今天的影片也会跟大家介绍这间非常特殊的学校哦。Daniel 说这个地方就是他们以前办那个毕业典礼的地方，这也是他们的大礼堂。Yes. The structures are. I don't remember the specific details about it. So it's a cathedral. 哇，这个广场啊，是属于他们居民啊活动的一个地方，非常漂亮，好开心啊！又回到了 Bra， 然后这边才是他们的校门口，这个主要的进入的一个地区。那这个 Tower 呢，也是属于他们市民活动的地方哦，超开心的。位在皮尔蒙特西北部的 Bra 郊区的这所美食科学大学，是全世界唯一将美食文化与科学结合的大学。学校设立宗旨是以优质、干净、公平的慢食理念为目标。那它是重视农业生态、美食艺术行销与永续环境的一所与众不同的国际知名大学哦。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学校有很多学生哦，但地图上没有台湾。但是啊，台湾 Carol Petrie, the professor Andrea Professor Ye 啊，过去10年推动慢食慢活理念，就是源自于2013年我们来到了 Bra 的美食科学大学，了解慢食理念，到后续协助台湾慢城的申请。当时候接待我们的就是这个 Pierani 教授，他后来也当了校长哦。另外一位 Kofor 教授也都来过台湾哦。这个学校的教授有很多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的学者和业界的师资，超强的校友连结，优秀的人才，成为各国推动慢食的主要角色，非常令人敬佩哦。这次啊 Professor Ye 再次回到美食科学大学，主要就是让教授了解台湾推动慢食的成果，也希望后续一起合作，不论是人才培育、学生实习，或者是共同研究在地饮食文化等。如果你对这所大学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跟 Professor Ye 联系哦。那交流结束了 ，Professor Ye 再带大家一起去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哦。那我们就走喽。
美食科学大学的所在地啊，是过去萨伏伊王朝的城堡。那2014年由慢食运动的创始人 Carol Petrina 将学校成立。当时候呢，这个城堡的地窖就是以研究储藏食物、酒等的地方。士兵们呢会去研究储藏食物的最佳条件，以及酒的风味如何会更好哦。那直到这个学校成立之后，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专门研究每年生产的葡萄酒存放条件以及行销的场所哦。那这里呢算是一个建教合作的一个地窖，来自北意大利地区的巴洛洛生产的酒。那虽然名气不如托斯卡尼这个地方的酒呢，可是它的品质佳，价格也比较便宜。大家可以多了解北意大利的葡萄酒。不论是红酒、白酒、粉红酒、气泡酒都非常的赞哦。我们就来看看美食科学大学的国际交流处的处长跟我们介绍这一个地窖哦，我们就慢慢看哦。The Barolo Roma, so it's the wine is from the same grape as the Barbaresco wine, but produced in another area. Cooler, Yeah. and there's high humidity, okay, which is perfect for the aging of wines. So each producer brings here every year usually 3 boxes of wine, so 18 bottles of wine. And you can see the age on each box. You can see the year of the production. This is 2003, for example. These are very old. This company here is to give us a sample of the earth where the vineyard is that produced this wine bottle. Okay? So that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ce of earths from very, very small amount of land, but you can see that they all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So our students from the wine course can do their tastings, and it's wonderful because we've got such a good selection of wines from all over Italy that we can. That's the label of the wine that was produced in this barrel. Okay. And then you see, look, the stools, for example, all come from Okay. barrels. Oh, barrel. Yeah, where they used to store, barrels like this. 这些椅子跟这个都是用那橡木桶的做的。那这个柜台的也是一样，都是这橡木桶的木材做的。意大利生产葡萄酒的产区可分为北、中、南3个部分。南部呢就是西西里岛和萨丁尼亚，中部呢最著名的就是托斯卡尼，那北部呢就是 Piemonte。那这个区域最有名的就是巴洛洛的白酒。那我们参观完的酒窖啊，就直接开车前往葡萄酒园去看咯。那我们就跟着Professor Ye一起去看看美丽的葡萄酒园和酒庄哦。我们走咯。Hello， 大家，刚才沿路呢，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山谷满满的葡萄树的这个果园，非常非常壮观。这边还有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城堡的门，大家看一下后面呢，就是满满的葡萄树的果园，非常非常壮观，真是太棒了！大家看一下。巴罗罗这边呢，算是意大利这边的第2有名的，也是比较是新兴的这个葡萄酒的酒庄。那它的品质其实上，就刚才那样介绍是，现在呢它品质是非常好的，只是没有那么多人知道，所以现在的价格呢，其实上是比较便宜的。对未来呢，如果你买了这酒，也许它就有很好的涨价的空间。大家看一下，这是葡萄树的果园。
是这边应该算排葡萄的葡萄树，非常大哎。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介绍给大家慢食还有布拉的这个有关于慢食协会的这些想法。那有机会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实践慢食哦。那 Hello Professor 叶，下次见哦，拜拜。影片最后啊，我要特别感谢台东慢食协会的郭丽金，还有台北慢食协会的许贡莲的协助哦。而且我要感谢国际慢食总部 Andrea 和 Daniel 对于台湾推动慢食的协助。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慢食行列，还有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分享我的影片哦。